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Philip， 各位收息一族啊！好多時聽到啲股票會俾10厘、20厘你，我聽落去都心喐喐啦，直情想 all in 啊！大家等等先，高息咧就好似糖咁樣，或者都會係一個大嘅陷阱嚟㗎。等你息就賺少少，但係本金就蝕晒。今集我就要同大家拆解港股4隻高息陷阱嘅真面目：中國恒大、哈爾濱銀行、互太紡織、香港科技探索，仲有幾個實用嘅避雷 tips 添啊！等你睇完就唔好再被高息蒙蔽。like 呢條片，沖好咖啡，準備好筆記，我哋馬上開始。Break off the attack. The shield is still up. I get no reading. You sure? Pull up! All craft, pull up! Stay across the holding sector and each other. Admiral, we have enemy ships in Sector 27. It's a trap! 高息股聽到好吸引啦，但係點解話佢係陷阱？主要有3大類型，派太多啦，盈利唔夠，公司派息咧多過佢賺嘅錢，咁一定係靠借債或者賣資產去勉強支撐啦，遲早會爆煲嘅，停息陷阱啦。之前用高息吸引投資者，但係一旦業績轉差，即刻停晒啲股息，等你空歡喜一場啦。一啲假高息啦，股息率高係因為股價嘅暴跌，唔係因為公司真係派得多，背後業務可能已經有大問題啦。仲有啲特殊情況，一次性嘅特別息啦，表面好似好慷慨，但係有機會其實係大股東想套現嘅啫，或者公司想清空現金庫，之後再伸手問股東攞錢啦。中國恒大3333.HK 曾經係港股嘅地產巨頭2017年嘅市值高峰去到4200億港元啦。2017到2018年更加係高息股嘅明星。點解呢？因為佢承諾每年會派50%至70%嘅淨利潤俾股東，股息率一度超過10厘㗎。例如2015年嘅股息率就去到10.77%， 2016到2017年2年合共派息170億港元啦。2018年就更加派208億港元。主席許家印同埋呢個太太丁玉梅持股嘅70%。2017到2020年估計佢哋一共收出414億港元嘅分紅。但係問題就嚟啦，呢啲錢係點嚟？證監話恒大地產財務造假，2年之內虛報增加收入5000幾億人民幣。恒大喺2019年到2020年被揭發累計虛報收入超過800億人民幣啦，佔當期披露嘅約80%。2020年主業盈利就岌岌可危，點解仲可以派息嘅呢？答案就係啦，靠借債同埋賣資產啦。佢哋左手派高息，右手就發高息美元債融資，仲被質疑將內地資產轉到離岸。許家印用私人資金買公司債券賺高額利息，呢啲財技等於將債務風險推俾小股東同埋債權人啦。2021年內地3道紅線政策要求地產商就降低槓桿，恒大資金鏈就斷裂啦，債務違約，股價由高位近30蚊就跌到2022年停牌前嘅1個6毫半。2024年1月29日清盤前就最後得返毫6子，總回報接近-100%，即係輸晒。同期恒生指數就只係跌咗5至10%，投資者就已經收咗幾年息但本金全無，股票就變埋牆紙添。其實睇返啲圖，恒大股價同嗰啲盈利一齊插水，債務就直線飆升。高息嘅背後其實都只係收入造假同埋一啲財技嘅操作。所以教訓1：高息唔代表穩健，一定要查清楚派息嘅資金喺邊度嚟先。哈爾濱銀行6138.HK 係一間上市城商行，2014年喺港股上市，早期都算係高息嘅明星股嚟㗎。過往因為呢個股價下跌歷史股息率就被拉高，一度接近10厘㗎。但係2018到2019年派息已經顯著減少。2020年哈銀連續4年都完全停派息添。點解咁嘅呢？因為佢嘅不良貸款率就高達2.84%，資本充足率就受壓啦。監管要求銀行保留利潤，補充資本啦，就應對呢個壞賬風險。結果投資者就等咗4年，1蚊息都冇。更加慘嘅係，股價由 IPO 嘅時候嘅2個9就跌到而家4毫半子，5年跌幅超過60%，同期恒指跌5至10%。哈銀嘅總回報當然遠遠跑輸大市啦。雖然哈銀帳面有未分配利潤，但係全數都用嚟補充資本啦，中小股東就完全冇份。呢種高息變零息係典型嘅停息陷阱。
It's a trap! 喂，又嚟啦！哈爾濱銀行嘅股價同埋盈利啊，都係一齊下跌嘅，壞帳率啊仲要升添。所以歷史嘅高息就唔代表未來一定有息。所以教訓2啦，買銀行股記得要 check 翻佢嘅不良貸款率啦，同埋資本充足率嘅。互太紡織1382.HK 一間傳統紡織公司啊，多年嚟都係港股收息股嘅代表，股息率穩定喺8至10厘。但係呢個高息有幾真呢？過去幾年啦，互太盈利急跌，財政年度2021到2022年啊，股東應佔溢利7.21億港元，2022到2023跌到2.68億港元，2023到2024就再跌到1.68億港元，縮水76%。但係佢嘅派息比率咧，年年都逼近100%嘅喎 ，TTM 派息率就高達99.9%，甚至咧有啲年份超過100添，即係話佢用晒盈利，甚至動用儲備派息，毛利率由15.8% 跌到9.1%，現金流嘅轉負啦，負債權益比率就由28.8% 升到46.7%添，結果股價由2018年嘅700蚊就跌到而家嘅4個半到，3年跌咗50%，就算你收咗4毫子息，輸股價都嘔到突晒啦！呢種假高息係股價大跌令到息率被動拉高，背後業務咧其實已經走晒下坡噶啦。It's a trap! 真係冇死錯人㗎，第3隻都係一樣，股價同盈利一齊跳水，但股息率仲有8厘嘅喎，咁呢啲係咪叫假高息咧？所以教訓3，高息咧就唔好單單淨係睇數字，仲要 check 翻間公司賺唔賺錢先。第4係大家都幾熟悉嘅一間公司，香港科技探索啦。1137.HK 前身係香港電視網絡旗下嘅 HKTV Mall， 係香港嘅大熱網購平台。佢多年咧都唔會派常規股息嘅喎，話啲錢要投資去業務擴張。點知2025年3月27日啦，公司突然間宣布咧就派每股3毫8子嘅特別息，以當時嘅股價大概過4計咧，股息咧就去到成2成幾3成。特別息嘅來源就唔係嚟自呢個經營現金流啦，係動用過去嘅累計盈餘。但係問題就嚟啦，2024年公司錄得6670萬嘅港元虧損，咁點解要派息呢？更加令人擔心嘅係，主席王維基間接持有呢個23.3% 嘅控股權㗎。呢次特別息佢個人就帶走翻千幾萬，有分析嘅質疑啦。呢啲特別息係大股東套現嘅手段，仲可能係為之後嘅賣盤做準備喎。派完息，公司就即刻話放緩英國自動零售擴張計劃，未來如果要融資呢，中小股東嘅隨時變 ATM 啦。股價點3年跌8成，計埋特別息，總回報都仲係負5成啦，遠遠跑輸恒指。哇！27厘息聽落真係非常之吸引啦！第一次性派息，公司仲係蝕緊錢，派完錢就壓後咗擴張，所以教訓4，特別息就好似個糖衣陷阱咁樣，要 check 清楚佢背後嘅動機先。呢幾步都會係你嘅投資雷達嚟㗎。點樣避開高息陷阱？記住呢5步啦。查佢派息比率，如果超到6成至8成，年年都高企咧，就小心盈利波動影響派息。睇自由現金流啦，公司咧要有正數嘅自由現金流咧，先有真金白銀派息㗎。查債務啦，同埋資本充足率啦，高槓桿靠借債派息嘅公司隨時有爆煲嘅。睇3年嘅盈利趨勢啦，盈利年年跌，股息率再高都可能係假嘅。查股權結構啦，同埋供股記錄啦，大股東咧持股太集中，仲有供股歷史咧，就小心佢哋會用高息套現喎。買高息股之前，記清楚要逐樣 check 清楚。真高息股咧要有健康盈利啦，穩定嘅現金流，仲要顧及中小股東嘅利益喎。千祈唔好俾啲10厘、20厘咧就沖昏咗個頭腦。高息股咧就好似一個雙刃刀咁樣，唔 check 清楚佢嘅基本面咧，分分鐘咧就賺息蝕價㗎。想穩穩陣陣咁收息啊，就要記住頭先所講嘅避雷清單啦。如果條片幫到你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翻條 channel， 等我哋可以同大家繼續分享更多唔同收息嘅故事。我係飛俠，下次見，拜拜。